在解决掉丹堂之事的当天晚上，萦绕着暗香的房间之中，彩铃见萧炎取出那8品丹药，就明白萧炎要做什么了。但她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忍不住的开口问道：“这医史丹真的适合潇潇吗？”放心吧，医史丹虽然号称8品丹药，但药效却是极为温和，最是适合现在的潇潇。这里面的药力会一直的存留在潇潇体内，伴随着她的成长而改善她的体质，令得她最终变得完美。目光柔和地看着彩铃，萧炎微笑道，转头看了看转动着乌黑大眼睛一脸好奇的小潇潇，彩铃最终点了点头。见潇潇刚刚将那小丹丸含进嘴中，她便是化为一团柔和的光芒滑进了其身体之中，然后在其小腹缓缓停留。原本很是精神的潇潇不自觉的就打起了哈欠，随后便睡了过去。不等彩铃开口，萧炎就笑着解释道，这是初步的药力挥发，等她睡醒了便是。轻轻点了点头，彩铃弯下身子，轻柔地摸了摸潇潇的脸颊。萧炎看着眼前充满着母爱韵味的女王，一时间有些失神，随后轻声道：“大哥说让我们办一场简单的萧家婚礼，也算是将你娶进萧家，你觉得怎么样？”萧炎此话一出，彩铃的娇躯顿时就是微微一颤。彩铃其实知道萧炎于她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甚至她也没想过萧炎会真的娶她。可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对萧炎动了心，或许是他遵守诺言为2人的孩子炼制了丹药，或许是生死关头救他们母女于危难，像个踏着七彩祥云而来的大英雄，又或许是更早以前被萧炎那迎难而上坚韧的性子所吸引。毕竟他们2个是真的很像，同样的艰辛想要保护族人，同样的敢爱敢恨，爱憎分明。谁知道呢？反正他爱上了他。而美杜莎一生只爱一人，认定之后就不会更改。如今他所爱之人说要娶她，萧炎缓步走到彩铃跟前之时，就见那平时冷艳的脸颊之上布满了极为罕见的绯红与娇羞。萧炎心头顿时一阵燥热，那种燥热在其手臂环住那柔弱无骨的纤腰时更甚。于是萧炎朝着最近的水源贴了过去，那手掌更是轻车熟路地攀上了高峰。之后就是满地的衣衫和满室的春色。随后的日子里，萧炎白天当爹爹，晚上做禽兽，日子过得好不潇洒。当然，安置空间虫洞的事，萧炎还是有好好把关的。最终，在玄黄要塞某隐蔽之处，萧炎展开了药老给他的空间虫洞卷轴。至于萧炎与彩铃的婚礼，其实并不隆重，仅仅只有萧鼎与萧丽出席。这场婚礼，与其说是婚礼，倒不如说更像是结婚领证，主要目的是确定名分。某天，岩盟深处，一处幽静庭院之中，萧炎3兄弟齐聚在此。前面的不远处，彩铃正逗玩着潇潇，小女孩那脆生生的笑在庭院之中响个不停。而萧炎看着那一见到潇潇就变得充满母爱的大美人，只觉得一阵心荡神痒。回神后，萧炎就又同哥哥们讲起了这些年的种种经历。萧鼎与萧丽都很清楚，这些年为了家族，为了解救父亲，萧炎真的是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变强，而整个家族的重担也都是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事儿换做其他人的话，恐怕早就被压垮了。想到此处，2人的心中也是轻叹了一声。三弟，这些年辛苦了。大哥萧鼎突然间的声音使得萧炎一愣，旋即微微笑了笑。萧炎轻声道，为了能够让我们一家团聚，这点苦算什么？大哥二哥为了保全我，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我若是不思进取的话，那也太没人性了点。闻言，3兄弟对视了一眼，随后皆是一笑。远处的彩铃见到谈笑的3兄弟，只觉得一阵舒心，这种家的感觉让他觉得这些年的等候与付出总归是值得的。萧炎3兄弟的谈话持续了很久，直到萧鼎与萧丽了解到萧家的前身萧族以及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枯竭，最后仅剩的一点也全在萧炎身上。萧鼎产生了疑问，因为根据他得到的情报，魂殿的那些强者似乎是想要将萧家所有人的血脉之力都给带回去，但萧家的血脉之力既然已经完全枯竭，那此次魂殿为何还要大肆而来？萧鼎这一问让萧炎也反应了过来。对啊，如果是为了逼迫他交出驼蛇谷地狱，那仅用父亲一人便是足矣，抓其他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看着萧炎拧紧的眉头，萧鼎微微一笑，随后告诉萧炎，不管魂殿究竟想干什么，他都已经做好了部署，将萧家的人全部分散了出去，这样魂殿想要将他们全部擒获就绝不可能了。等日后有需要，再将分散的族人全部召回便是。萧炎想了想，随后将天火3玄变取了出来，交给萧丽道：二哥，这里是一卷秘法，你可以按照上面修行，
一些优秀的族人也可以传给他们。萧炎想的是，这天火三玄变是先祖萧晨创造而出，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的族人修炼出族纹。虽说现在族人已经没有了血脉之力，无法将天火三玄变的威力发挥至最大，但不管怎么样，也是能够提升不少的实力。至于修炼所需要的火焰，寻找点烧刺的兽火便行。接过萧炎递过来的卷轴，萧丽毫不客气的就将之收入了纳戒。见萧丽收好卷轴，萧炎方才沉吟道：“如今炎盟的大局基本已经平定了下来，其余的事我也插不了什么手，所以等2日后，我便是会再度赶回中州。”这突然的消息让得萧鼎与萧丽都是一震，随后便是浓浓的不舍情绪。这么快吗？萧炎却是微微一笑，道：“如今炎盟与星陨阁之间的空间虫洞已经构建完毕，日后要来往两边也不需要太过长久的时间。若是你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去看看。星陨阁那边我会跟他们说的。”其实萧炎何尝不想多待一段时间呢？但算算时间，空间交易会就快要开始了，他必须得尽快赶回去。毕竟得到净莲妖火，才有望彻底的突破斗尊层次，而只有真正的达到了斗圣层次，萧炎才有资格与魂殿这种势力对抗，而那时才有希望救出父亲。后日就走。听得此话的彩铃拉着潇潇走来道：“这一次你也随我前去星陨阁见见老师吧。”萧炎轻笑道：“毕竟他是药老如父，如今彩铃也算作他的妻子，自然是得去见上一见。”彩铃一听要去见药老，当年那个老东西差点没顺口而出。说起来，他与萧炎能够走到今天，少不了药老的助攻，否则萧炎早就不知道被宰了多少次了。萧炎蹲下身子，拍了拍潇潇的脑袋，轻声道：“另外，将潇潇也带去星陨阁，那里最是安全了，而且还能让老师教导他。现在的他已经能够修炼了。”闻言，彩铃虽然心中不舍，却还是点了点头。对潇潇，她向来是宠爱却不溺爱的。时间转瞬即逝，彩铃等人目光略微有些惊奇地望着眼前的空间虫洞。这便是空间虫洞吗？萧炎笑着点了点头。此时他的身旁，小医仙、天火尊者、青灵他们都在。至于其他那些受邀而来的强者，自然是解决完麻烦就先行一步回去拿报酬喽。偏过头，萧炎望着萧鼎、萧丽二人，抱拳笑道：“大哥、二哥，我们这边动身了。日后若是有什么事的话，便可直接派人由此去星陨阁，那里会有人接待。”闻言，萧鼎二人点了点头，也是抱拳道：“保重了。”毫不墨迹地对着周围的众人也拱了拱手后，萧炎便率先进了虫洞，彩铃他们紧随其后，徒留萧鼎与萧丽在原地惆怅。这是你们的女儿？星陨阁内阁之中，药老错愕的声音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望着那抱着萧炎大腿，正用乌黑大眼睛盯着自己的白衣小女孩，药老震惊极了。萧炎看到药老那般模样，忍不住的笑着点头，随后才将他与彩铃之间的恩恩怨怨简略说了一遍。没想到，真没想到！听到萧炎所说，药老一边摇头一边感慨道，随后目光在彩铃身上扫了扫，又有些戏谑的笑道：“当年你这妻子可是恨你恨得要死，要不是老夫的缘故，恐怕你早变成他的手下亡魂了。”一听这话，彩铃一向冷艳的脸颊不由得红了红，随后轻轻拍了拍潇潇的小脑袋。彩铃轻声道：“潇潇，快见过师公。”潇潇闻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眨了眨，有些迟疑地看向萧炎，待得自家爹爹微笑点头后，才甜甜地叫了一声师公。这下可把药老给高兴坏了，他无子无女，早已将萧炎视为自己的儿子，如今不仅多了儿媳，还多了亲孙女，能不欢喜吗？顶着不要钱的慈爱笑容，药老终于是将那蓄谋已久的大掌放在了潇潇的小脑袋上揉了揉，随后才在潇潇的小手臂上捏了捏。这不捏不知道，一捏吓一跳，好家伙，这可是比他爹还要好的苗子，不仅拥有着火木属性，有成为炼药师的潜力，还拥有着比他爹更加强悍的体质和灵魂力量，不得了啊，不得了！这若是交给他来培养，日后指定比萧炎这个当爹的还要强。药老兴奋极了，那眼底的火热压都压不住。小潇潇以后就让老头子我来培养吧。捏了半晌后，药老抬起头，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道。萧炎自然是笑着同意了。本来他带潇潇回来就有着这样的心思，愉快地达成共识之后，药老慈爱地拍了拍潇潇的脑袋，不舍得将之还给彩铃后，才开口表示，这孩子也跟着在虫洞待了好几天，便先让他去好好休息吧。彩铃的心思何其通透，明白这师徒二人是有话要说，当下对着萧炎轻道了一句，那你们先聊着，就带着潇潇离开了。彩铃走后，药老又笑着调侃了萧炎几句，随后才跟药老说起来了魂殿之事。药老觉得魂殿指定又没憋什么好屁，因为除了西北大陆，魂殿还在中州之外的其他大陆也开辟了战场，
其加快速度、收集灵魂的操作，指定是要搞什么大事情。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空间交易的事情，毕竟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硬道理。现如今距离空间交易会只剩半个月了，不管怎么样，这纪念妖火必须得搞到手。毕竟共4份残图，萧炎一人便是手握其3，而这异火榜之上排名前3的异火，每一朵都拥有着毁天灭地之能。萧炎与药老的谈话持续了许久，结束之后，2人就同时闭关去了，这一闭就是半个月。这期间，青云阁上方的天空好不热闹，各色丹雷以及天地异象几乎是交替着出现。当然，这些天地异象并未造成什么破坏，毕竟我暗金葵会出手。某天，闭关了半个月的师徒2人终于是出关了，拖着同样沉重的步伐，瞪着同样血红的眼睛，相互对视了一眼，皆是苦笑一声，话都懒得说一句，2人回房倒头就睡。这一睡就足足睡了3天。待得第3日的晌午时分，萧炎与药老2人方才再度碰面，是时候动身去空间交易会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位于中州东北地域的一片荒芜沙漠之中，主要由3个不怎么出名的宗派联手维持秩序。这3个宗派分别是地行宗、空玄门以及剑宝山。至于这空间交易会凭什么能够算作斗气大陆上最为高端的交易场所，凭的就是天界斗技在这里也并非是极度稀罕。药老、萧炎、彩铃、小医仙一行4人经过赶路，很快就到达了一片沙漠的边缘。就是这里了。抬头望着面前黄沙肆虐的沙漠，萧炎有些诧异的道：“药老笑着点了点头，随后道：“这里虽然看上去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你若是仔细感应的话，便是能够察觉到这里面可是有着不少强悍的气息。”闻言，萧炎眉头一挑，随后细细感受了一下，好家伙，这不下数百道的气息里，实力最差的都是3星斗尊，不愧是中州上最为高端的交易会，居然能够吸引来如此之多的强者。萧炎不由得叹息道：“这还只是一小部分，等进入那里后，你就会发现，所谓高端2字是真正的名不虚传。”药老抚着胡须笑了笑，旋即脸庞上有些认真的交代萧炎他们都收敛一点，毕竟里面强者如云。不过若是别人主动招惹上来，那就别客气，毕竟软柿子可当不得。说完该说的，药老手掌一挥道：“走吧。”旋即径直冲着那沙漠深处闪掠而去。不多时，他们便登上一座极为陡峭的沙山，望着沙漠中心高耸沙山凹陷处那足有100丈庞大的空间黑洞，萧炎一行人都是止不住的惊叹。而此刻，在四周的沙山上，时不时的有着几道气息极度强悍的身影闪掠而下，最后一头冲进空间虫洞之中，消失不见。这便是交易会的入口吗？竟然独自建立了一个空间，果真是大手笔啊！萧炎喃喃道。看了看萧炎身旁那2张同样惊讶的脸庞，药老笑了笑，旋即袖袍一甩，道：“进去吧。”只见几个闪掠间，萧炎4人就进入了黑洞。一行人仅觉得眼前黑了一瞬，旋即目光所及之处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望着那人来人往的街道，药老笑道：“这里便是空间镇，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这里虽然并没有普界那些空间浩瀚辽阔，但作为交易地点也是相当充裕。”摸了摸胡子，药老又接着道：“先随意看看吧，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次货，都是难得的好东西。”语毕，药老抬腿就对着一条街道走去。一圈尚未完全走下来，让得萧炎心动的东西就有足足不下10种。一旁的彩铃与小医仙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他们是一单都没有成交啊，原因无他，主要是那些个卖家所要换取的东西，其价值都丝毫不下于他们所出售的东西。萧炎心动是不假，但这些个东西目前为止能对他起到的帮助并不大。颇为遗憾地轻叹了一口气，萧炎拉着彩铃就想再往更深处走走，结果彩铃却在一个摊位上定住了。顺着彩铃的目光看去，萧炎看到了一枚呈7彩颜色的石子儿，这枚石子约莫小半个拳头大小。看见其表面纹路的第一时间，萧炎就认出了这是7彩原石。这所谓的7彩原石是一种变异的特殊灵石，仅仅在7彩吞天蟒陨落之地才有一些几率出现。只是这东西稀罕是稀罕，出现在市场的概率却极低。因为只有吸收了吞天蟒血液的7彩原石，才会产生一种对于7彩吞天蟒来说是大补之物的能量。目光瞥了一眼石台上盘腿而坐的枯瘦老者，萧炎很有作为丈夫的自觉，缓步上前问道：“这位老先生，7彩原石如何换？”缓缓抬起眼皮，老者不紧不慢的道：“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似乎贵了些吧？”摸了摸那原石，萧炎淡笑道：“贵了就别换呗。”闻言，那名枯瘦老者极其有个性的翻了翻白眼。
心中默念了3遍，这是媳妇儿想要并需要的。萧炎决定继续跟对方磨叽一下。就在此时，彩铃突然拉住了萧炎的手，并十分隐晦的在萧炎的掌心写了一个字“买”。微怔了一下后，萧炎就反应过来了，这是撞上了好东西呀。面上不动声色，照着刚才的口风默记了一番。等其有些不耐烦时，萧炎扔下一个玉瓶，牵着彩铃就头也不回的走了。消失的速度之快，让那老者心里一突，糟糕，肯定卖低了。他奶奶的，老夫此次难道还识错货了不成？某隐蔽之处，萧炎将手中的七彩原石抛给彩铃，道：“这东西有问题？”彩铃接过七彩原石，冷艳的脸颊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随后同萧炎他们讲起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那就是常人所知的七彩原石之上，其实还有着8彩和9彩，只是其诞生条件相当苛刻，需要有着100头数量以上的七彩吞天蟒肉身，同时陨落于一处才有可能诞生。而七彩吞天蟒真正的名字其实叫做9彩吞天蟒，只不过目前为止，仅只有那血脉最为浓厚的吞天蟒族达到过这种境界。听到这等秘密的萧炎一行人短暂的震惊之后，产生了浓浓的好奇，那就是这次他们搞到的东西到底是几彩？开玩笑，萧炎出品必是精品，那肯定得是8彩。老实说，萧炎是有一点点失望的，说好的2000万呢？倒是药老笑了笑，开口道：“这老家伙若是知道的话，怕是直接会一口血喷出来呀。走吧，我带你们去见见真正的宝贝，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是在那里。”神秘一笑之后，药老便是转身对着街道的另一头行去，萧炎与小医仙也是快速跟上。只是最后出发的彩铃没有注意到，在他手中的8彩原石收入纳戒的那一瞬间，第8道彩纹之后，居然又是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一道极为淡薄的细小纹路。萧炎一行4人在药老的带领下，很快就换上了主家特制的斗篷，进入了交易会所在的主店。本次交易会的拍卖师是一位看起来半死不活的老头，名为宝山老人，是宝剑山的山主，能力、剑宝、实力9转斗尊巅峰。老套又平淡的开场白后，宝山老人给自己罩了一个空间囚牢，就开始了拍卖。注重个人财产安全是必要操作嘛。第一件拍品是一对深白色的古翼，没错，就是被天妖皇族看得很重的大翅膀妖皇翼。这种杀人逃命的必备好物，自然是很值得拥有的，前提是得有勇气面对未来天妖皇族的围剿。只不过能坐在这个交易会里的人，谁还没有个后台了？很快，这妖皇翼便是以1枚4色丹雷的8品丹药的价格成交了。第二件拍品是一卷天阶低级斗技，名为金刚琉璃体，是由1000年前的琉璃圣者所创，是一种集攻击与防御于一体的强悍斗技。修炼至巅峰时，肉体宛若金刚，不毁不灭，拳可崩天，脚可裂地。对于这件拍品，萧炎是有些心动的。可惜这件拍品的原主人想要换取的是一卷天阶低级的水系功法，至于拿价值与之匹配的丹药换取的选择，完全不在萧炎的考虑范围之内。毕竟他此次前来的目标很明确，只是看了看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手里就多了4卷天阶低级功法的宝山老人，萧炎心中忍不住的叹气。想当年他为了一卷天阶低级斗技拼死拼活了那么久。宝山老人接过所有卷轴后都看了看，随后闭上眼睛，也不知道怎么跟拍品主人沟通的，敲定了1卷后，就将其余的3卷都退还给了原主人。在接下来的拍卖中出现的物品，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从斗技到功法，从丹药到天才地宝，从武器到药鼎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精品。可萧炎仅只在中途出手过1次，那就是使用2枚5色丹雷的8品丹药，帮小医仙拍下了一卷名为天幽毒典的毒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拍卖现场的氛围已经越来越火热，这种火热直到交易会的第2件物品出场时达到了顶峰。没错，正是萧炎已经寻找了10多年的最后一张残图。这净莲妖火的名头一出，谁不为之疯狂？那可是异火榜上排名第3的异火，万一找到了线索，就把它搞到手了呢？于是品质至少6色丹雷以上，量多者得的报价一出，现场的竞价之声不绝于耳。我们怎么办？见到如此多的人对残图感兴趣，萧炎皱眉轻声道：“先不要急，等等吧。”微微摇头，药老道：“毕竟重量级的往往压轴出场。”10来分钟后，竞拍价格已经被喊到了9枚6色丹雷的8品丹药，直到一听起来脾气有些火爆的声音，将价格报到了全场最高5枚7色丹雷的8品丹药时，药老才出声竞价。2人一阵你来我往，硬生生的将价格提升到了3枚8色丹雷的8品丹药才停下。然而就在萧炎以为己方能够以这个价格拿下残图之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五枚的声音一响起，萧炎就锁定了一道正盘腿坐于石椅之上的干瘦身影。对于这道探究的目光，后者直接就是一道无形的压力朝着萧炎压去。还好药老反应极快，一声冷哼，袖袍随意一挥，才将那无形的压力摧毁了去。小心一些，这人是半只脚踏入半圣的强者。语毕，药老又喊出了8枚的价格。老实说，这价格其实是有些超预算了，但为了萧炎，他觉得自己又可以了。药老本以为这次报价能够让对方退却，可那干瘦的黑袍人是个犟种，直接开出了天价，1枚9色丹雷的8品丹药。随后不忘嘲讽药老，要是能开出更高的价，这残图他就不要了。好家伙，不就是9色丹雷的丹药吗？谁没有似的？萧炎上次在斗圣遗迹之中捡来的那头丹兽不就是吗？只不过拿出来是不可能拿出来的。萧炎暗中扯了扯药老的衣袖，秒懂的药老当场就放弃了竞争。反正经过暗中探测，药老已经确定了这个干瘦老头的真实身份，正好是个有仇的。眼睁睁地看着那干瘦的黑袍人用充满着丹香的雪白小兔子换走了残卷，萧炎的拳头捏得梆硬，金莲妖火他势在必得，因此这残图他也必须搞到手。即便这个老家伙是只半只脚踏入半圣的强者，心里这般想着，宝山老人却是在此时无偿构想了最后一件拍品。该拍品其实是一则情报，情报内容是那传说中能够让得人立地成圣的菩提古树时隔万年又出现了，而这次出世的地点就位于中州东北边境的莽荒古域。此情报一出，全场寂静。菩提古树又号称智慧轮回树，此树千年生长一轮，直至100轮之时方才成熟。菩提古树之内蕴有菩提心，得到菩提心就意味着搭上了进入斗圣的直通车。而菩提子的功效虽不及菩提心，但就其能提升晋升斗圣的成功率这一点，就足以让得多数的斗尊巅峰强者疯狂。药老同萧炎得知古树出世的消息时，都是难掩的震惊。只是震惊之后，萧炎却是产生了疑问，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那戒，想着正躺在里面的菩提子，不是说菩提子能够感应到菩提古树吗？为什么现在半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因为距离太远了？没等萧炎想出个所以然，在场了解莽荒古域的人就已经明白为什么天上会掉馅饼了。莽荒古域是一个被称为人类禁区的地方，那里面天气恶劣，毒瘴弥漫，凶兽密布，其中凶兽实力之强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于如今魔兽界除了太虚古龙以外的任何族群。换句话来说，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进去了，都不一定敢说他还能够顺利的活着回来。难怪这个老家伙会将这种情报放出来。以剑宝山以及其余2大宗门的实力，进入莽荒古域就是找死的下场。他们是想要吸引更多的人进来，然后浑水摸鱼。药老缓缓道出真相，这是阳谋。可谁又不能是棋盘上的一子呢？宝山老人留给众人足够多的消化时间后，便笑眯眯地表示，菩提古树每一次出世都会引动天地异象，1个月之内大家应该都会逐渐有所感应，到时便知道老夫所言非虚。现如今情报已经给予大家，这一次的空间交易会也是顺利结束，多谢各位的再次捧场了。之后就离开了现场。我们也走吧，菩提古树的确是奇物，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要去看一看。药老轻声道，随后目光锁定先前那成功拍到古图的干瘦黑袍老人。药老淡淡一笑，又道，不过在这之前确实必须先将古图弄到手。交易会结束后，药老便带着萧炎3人出了这片空间，最终穿过沙漠，在一座险峻山峰之上停下了身形。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以那3个老魔的性子，即便是身怀重宝也必然不会绕路。药老目光望至远方，淡淡的道，老师，那些家伙是什么来路？微微点头后，萧炎问道，一个淫邪而古怪的宗派，名为云雨宗。这个宗派以培养肉鼎来提升自己的实力，所谓的肉鼎便是挑选天资优秀的女童，给予她们修炼的功法，让她们苦修数10年，然后以云雨宗特有的交合之法吸收她们体内的斗气，而被吸收了斗气的女子会在10日之内衰老而亡。云雨宗内不下1000人的女弟子，皆是那3个老魔的肉鼎。无耻的宗门！听得药老所说，彩铃与小医仙脸色都很难看，是挺无耻，所以他们当年被直接从中州撵走。不过没想到如今又来了。药老点了点头道，随后又同萧炎他们说了自己当时如何跟这3个无耻之徒结的怨。最后药老根据自己先前的探测，初步判定了这3个老魔的实力。老大天蝎子实力9转斗尊巅峰，距离半圣仅1步之遥。老二地蝎子8转左右，老三人蝎子大概在6转层次。这蝎魔3鬼来得很快，在看到药老的第一时间，皆是一阵惊怒。
小陈，竟然是你！谢末三魁，当真是好久不见啊！药老双手负于身后，笑道：“你便是先前与老夫竞价那人？”天蝎子反应很快，药老却并没有同他废话，直截了当的让他交出蛊图。听到这话，天蝎子笑了，讽刺药老这样的正派人物竟然也干这种拦人劫宝的勾当。对此，药老表示，若是别人，他或许还真是会思量一番，毕竟别人算人。听到这话的地蝎子当下就怒了，哼，小陈，莫要以为你进入半圣，我三人便是怕了你。当年能将你打得受伤逃窜，如今依旧可以。听到这番发言的药老笑了，道：“那便试试，也好顺便了结了当年的恩怨。”旋即脚掌一踏，药老身形便是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三人面前，滔天的斗气猛然自其体内席卷而出。药老手掌一握，天空乌云暴涌，之后一只足有1000丈庞大的火焰巨手便是陡然成型，随后一巴掌便是对着天蝎子三人暴轰而去。药老引动的这般声势，令得天蝎子三人面色微变。天蝎子明白，虽然他距离半圣仅有半步之遥，但这半步的差距如同天界，只是如今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他了。一起出手，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天蝎子三人体内斗气齐齐暴涌，然后化为3道数百丈庞大的斗气光柱，狠狠地与那火焰巨手撞在了一起。两者相撞之时，直接将那周遭高达1000仞的清风给生生震得爆裂开来。被余波冲击到的天蝎子三人脚步皆是一阵踉跄。这个老家伙如今实力居然如此恐怖，他们三人联手居然都没有讨到半点好处。天蝎子只觉大事不妙，眼眸闪了闪，他决定找个软柿子捏一捏，于是派遣老三将萧炎三人抓起来当做人质。人蝎子看了看远方那2处美好的风景，很是兴奋地接下了这个任务。给我几分钟时间便可。余音尚在，人蝎子便已经窜出去老远。药老想要阻止，却被那2人拦得死死的。当然，主要原因是药老并没有很想上去追，毕竟萧炎的实力在那里，等自己解决掉这2个杂碎，再去支援不迟。至此，战场一分为二。人蝎子出现在萧炎三人前方不远时，那炙热又下流的目光恨不得贴在彩铃与小医仙身上。纵使他玉女无数，也无法拒绝这2个人间极品。这气质，这容貌，这身段。人蝎子心头的淫邪之意疯长，小子去死，美人留下。舔了舔嘴唇，人蝎子主动发起了进攻。萧炎轻松闪过，旋即足纹全开，其气息一下子便是从8星巅峰到达了将近3转的巅峰层次。感受到萧炎暴涨的气息，人蝎子却是尖声怪笑道：“你小子倒是有些门道，不过老夫最看不惯的便是别人能够享到其人之福。放心，待等你死后，这2个美人老夫会好好照顾的。”轰！彩铃听不下去了，含着俏脸便是跃上半空，乌云滚滚间，其身形就瞬间变化成一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七彩巨蟒。庞大的身体掩藏在乌云之中，宛若腾龙。没想到那人蝎子呆了1秒之后更兴奋了。哦，原来美人的本体居然是那早便灭绝的七彩吞天蟒。呵呵，够味儿，老夫喜欢。回应人蝎子的是一道七彩雷霆。然而彩铃那相当于8星斗尊实力的攻击，却是被那人蝎子袖袍一挥就化解了。恶难毒体起！另一边的小医仙手印变化间，原本乌黑亮丽的长发陡然再度变成了银白之色，旋即一股蕴含着剧毒的斗气红芒快若闪电地轰向了那人蝎子。咦，这美人居然还是恶难毒体！感受到那皮链之中的剧毒，人蝎子再度大笑，只是逃跑的动作却丝毫不慢。只因恶难毒体的毒性太过猛烈，即便是他被沾上了也是有些麻烦。这2个美人倒是很辣，寻常斗尊巅峰强者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可惜遇见了老夫。人蝎子怪笑一声，旋即准备动手将这2女拿下。下一秒，一股让得他心悸的恐怖能量波动突然间从不远处弥漫开来。转头，人蝎子就见萧炎面前正悬浮着5团火焰，其中4朵还是异火，不能让他蓄力大招。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的第一时间，人蝎子一拳轰出，就是一道数十丈庞大的漆黑空间裂缝。而那道空间裂缝还在蔓延，其蔓延速度之快，就如同一条黑色的阴狠毒蛇一般，闪电般对着萧炎爆轰而去。然而那巨大的空间裂缝在距离萧炎尚还有10几丈距离时，几道彩色雷霆猛地自天空上爆轰而下，将之生生截停。神蝎子目光阴沉地看了一眼天上巨大的七彩吞天蟒，随后怪笑道：“美人儿，既然你要出手，那老夫便先将你们收拾了。”语毕，身形一闪，便是化为一道流光，对着天际之上的七彩吞天蟒爆射而出，旋即一拳轰出。彩铃也不是吃素的，当下就是一尾巴朝着人蝎子甩去。可惜他们的实力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望着被自己一拳轰退数百丈的巨蟒，人蝎子淫笑道：“美人儿，你可不是老夫的对手。”人蝎子想再追击，小医仙的攻击却是到了，只是人蝎子脚掌一跺虚空，其身后的空间便是瞬间扭曲成一片，十分轻易的就挡下了攻击。我说两个美人儿，何必为了这小子拼死拼活？跟着老夫包你们享不尽的！话还没说完，人蝎子余光就瞥见了萧炎这个混小子居然在融合异火，不再理睬面前的美人，人蝎子当下身形一转，就对着萧炎暴掠而去。两女见状，皆是一愣：“萧炎小心！”小医仙急忙出声提醒道，同时也是连忙施展身形跟了上去。萧炎抬头望着那破风而来的阴森老头，笑了，旋即青红相映的古翼自其身后迅速延伸，同时脚掌上银芒一闪，身形便是直接出现在100丈开外。扑了空的人蝎子正感慨萧炎速度真快的时候，彩铃与小医仙的联手攻击到了，人蝎子只能被迫转身防御。防御之后，人蝎子又想朝着萧炎进攻，结果场景重现，一时间顾得上头就顾不上尾的人蝎子有些手忙脚乱。不过相比较于他两个哥哥的战圈，优势在他。天蝎子与地蝎子两人联手，几乎完全不是药老的对手。若非两人配合默契，只怕早就被拿下了，再度被药老狠狠击中，震飞在半空。二人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蠢弟弟，气坏了：“老三，你在搞什么飞机？这个时候你还怜香惜玉个屁呀，找死不成？”是了，以人蝎子的实力，怎么可能会被两个实力不超过8星斗尊的女人给牵制住？天蝎子二人怒喝之声刚刚落下，就又被一只火焰拳头给锤成了人体喷泉。人蝎子见此情况，决心后期发力，放弃抓捕萧炎，先抓一个美人当人质再说。反手一拳轰碎一道巨大彩色雷霆，人蝎子大手对着小医仙猛然一握，后者周身的空间便是瞬间凝固起来。美人儿，这一次老夫便先带你走。在小医仙尝试着震碎扭曲空间未果后，人蝎子便是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彩铃见状，急忙调动乌云之内的雷霆之力，铺天盖地的对着人蝎子暴轰了过去。然人蝎子仅仅是反手一握，就将其化解。美人儿，你是我的了。就在人蝎子的大手距离小医仙的香肩越来越近时，一道冷笑声却是陡然在其身后响起。你高兴的未免也太早了一点。旋即一道足有面盆大小的5色火莲就冲着人蝎子暴掠而来。感受到火莲内蕴含着的那毁灭气息时，人蝎子只觉得手脚冰凉，之后手印急速变缓，试图防御。就在人蝎子施展防御斗技时，彩铃的蛇尾暴掠而来，将小医仙迅速缠住，然后飞速而退。下一秒，萧炎的火莲就到了。此时人蝎子的后吐中才勉强凝出：“找美人儿，下面去找吧。”只见脸色巨臭的萧炎背后古翼一震，身形暴退间，一个音节也是轻轻从萧炎的口中吐出：“爆！”之后，人蝎子那惊骇的表情就定格了，随后才是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要知道，就算那5色火莲并非是完整版，也不是人蝎子这种6转巅峰的斗尊实力能够硬扛的，即便是天蝎子这种实力的强者也不行。只见一阵飞沙走石之后，爆炸中心周围的1000丈范围之内，直接山脉变平原，人蝎子更是被蒸发的彻底。当然，施展完最终杀招之后的萧炎此时也不好受，抹去额头上的冷汗，萧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彩铃与小医仙二人身形飞速出现在萧炎身旁，关切的问道：“没事吧？”取出一枚丹药塞进嘴中，萧炎摇了摇头道：“没事。”旋即抬头看向药老那边的战场，然后萧炎发现天蝎子二人正十分惊恐地看着他，短暂的停顿了1-2秒后，天蝎子转身就跑，快跑的低喝声随后才响起。然而药老怎么可能放他们离开？随着一苍老的冷笑响起，一道宛如实质般的火焰大手就又对着天蝎子二人抓了过去。又惊又怒的天蝎子二人只得转身回击，可惜没能扛住2秒，就变成炮弹倒飞出去老远，顺便砸了2个将近数百丈大的巨坑出来。表演完人体喷泉之后，天蝎子二人顶着乞丐造型，十分怨毒的看了看药老一行人，心里骂得可脏了。之后二人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分别朝着2个方向暴窜了出去。好在药老反应极快，脚掌一踏就封锁了地蝎子的周身空间。地蝎子见自己动不了，索性也就不挣扎了，拼着自爆也想给自家大哥争取一点时间逃跑。可惜地蝎子的算盘打空了，人体气球刚吹了一半不到，就被药老用针给扎得泄了气。从尸体上薅下那戒，药老天头就冲着萧炎道：“看看有没有蛊徒，我去追那个家伙。”随后就消失了。蛊徒嘛，自然是没有的，不过意外收获却是不小。打工仔地蝎子千里送人头不说，还将萧炎很是心动的天阶低级斗技金刚琉璃体送到了萧炎的手里。这里简单回忆一下金刚琉璃体的特性：炼之可以变成不同尺寸的大小，大成之时体型可达9丈9，无锋可破，无坚不摧。看着萧炎手里格外眼熟的卷轴，小医仙掩嘴轻笑道：“我们1分钱没花，倒是捞了不少好处。”
还真是便宜了我们。萧炎也没忍住，笑道。彩铃则是瞥了一眼，随后淡淡的道：“这3个家伙以女人作为肉体修炼，有这等下场，也是活该。”萧炎与小医仙都是认同的点了点头。随后萧炎抬起头，目光望向药老消失的方向，道：“不知道老师那边如何了？”“放心吧，以药老的实力，那天蝎子也蹦跶不出什么花样的。”小医仙道。只见小医仙话音刚落，一道熟悉的身影便是几个闪掠间出现在萧炎3人面前。此次当真是痛快，药老一现身便是忍不住的大笑，可算把心里这口恶气给出了，好不畅快。等药老高兴了一会儿后，萧炎才开口道：“老师。”萧炎这模样，药老秒懂。只见其手掌一伸，一张古老的残图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手掌略微有些颤抖的接过这事关金莲妖火的最后一张残图。萧炎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将近10几年的时间，他终于将它彻底集齐了。金莲妖火，你总归是属于我的。望着手中的古老残图，萧炎的眼中充满了炽热。药老知道萧炎为了寻找这些残图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缓缓一笑后开口提醒众人尽快离开，毕竟刚才的动静搞得挺大的，不必要的麻烦自然是能避就避得好。萧炎3人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重重点了点头后就跟着药老一起离开了。就在他们离开后的不久，10几道身影从远处闪掠而来，最后停留在半空上。好恐怖的破坏力，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此次交手，竟然将一座山脉都给轰没了。一个老者惊叹道。随后一个眼尖的中年人指着不远处的身体道：“竟然是仙魔3鬼之中的地蝎子，这老鬼可是斗尊巅峰的实力啊，谁能够将其击杀？”仙魔3鬼向来是一向行动，如今地蝎子死在这里，恐怕另外2个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这一行10几人叽叽喳喳的感叹时，萧炎他们已经遁出去老远了，直到距离先前大战千里之外的一座清风才停下。药老表示，沿途的气息已经被自己抹去了，即便是斗圣强者也很难追踪过来。现在就来试试看那蛊图吧。说话间，药老手掌一挥，便是将附近的空间封锁了起来。萧炎也很是好奇蛊图究竟藏着什么秘密，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就将蛊图取出来拼凑。完整的蛊图拼凑出来之后，萧炎懵逼了，它就是一张平平无奇，甚至有些潦草的水墨画。他寻了这么多年的蛊图，便是这种毫无信息的东西。萧炎的脑袋仿佛受到了一记重锤，倒是药老要冷静一些，表示蛊图总要有点蛊图的骄傲嘛。如果这么容易就被人解密了，哪里还能流传到今天？有道理哈。萧炎想了想，旋即重拾信心，首先就试了滴血认主法，然并没有什么用。毫不气馁的萧炎又试了小火烘烤法，只视同使用高温使文字显现，结果依旧是失望。再一次，最后一次，直到试完他们所能尝试的所有办法之后，萧炎的心终于是沉到了谷底。一旁的彩铃与小医仙也是忍不住的摇头，但他们都未开口说些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结果对萧炎来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先前大胜而归的喜悦已经全然不在了，此时的现场已经被压抑与沉重所弥漫。直到一旁待了许久的萧炎做了一件令众人都惊呆了的事情，才打破了这份凝滞。由于无法接受自己费了那么多心血，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萧炎掌心的异火陡然升腾，随后手掌一挥，就将那蛊图给卷了进去。既然无用，那还留着你做什么？萧炎道。药老见萧炎这赌气的操作，心头一紧，连忙就想将那蛊图给抢过来，结果却发现那看似一扯就破的蛊图，居然在萧炎的异火里丝毫未损。异火的线索由异火作为钥匙，没毛病，快加大火力！只见药老手中一顿，突然沉声道。萧炎闻言连忙催动异火，试图焚烧出个所以然，结果还真就被他给烧出来了。就在萧炎将体内异火催生到极致之时，蛊图上突然有纹路亮起，旋即纹路从蛊图中飞出，最终化为一道道古老的文字，悬浮在众人面前的半空上。双月同现，9星一体，天地潮汐，妖火降世。大白话的意思就是，当9星连为一体，天上有2个月亮的时候，就会有天地潮汐，而天地潮汐出现的那一天，也是金莲妖火降世之时。双月同现，9星一体的奇观，1000年方才能够遇见一次，而目前为止，它距离上次出现已经过了997年。换句话来说，就是萧炎仅剩3年的准备时间来提升实力。药老很沉重地告诉萧炎，若是真的对那金莲妖火有想法，就必须得在3年之内达到斗圣，否则冲上去也只是送菜。萧炎闻言不由得苦笑，3年达到斗圣，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啊！这蛊图也是真的坑，天地异象之时，大家谁不知道有天才地宝出世啊？到时候恐怕谁都有机会去降服。搞了半天，自己费了这么多功夫，就是白瞎了呗。想到这里，萧炎长叹了一口气，随后目光瞥到了那依旧在火焰之中纹丝不动的蛊图。不对，这不是还有收获吗？虽然小是小了点，
萧炎伸手就想将那蛊图从火中取出，不曾想变蛊图生。蛊图之上的一道妖莲图文，在萧炎的手掌碰到他的一瞬间，竟然如同活物一般化为一道闪电，就直接是射进了萧炎的眉心之中。其速度之快，就连药老都没有反应过来。惨了惨了，这要是什么坏东西，那萧炎……彩铃、小医仙连同药老脸色都是瞬间变得惨白。此时，身为变故主角的萧炎正驱使着自己的灵魂力量，同眉心处那多出来一团拳头大小的光芒对峙着。萧炎心里一阵怒骂与吐槽之后，决定先试探性前进。那光团像是在观看萧炎的表演，并没有任何动作。直到萧炎即将使用灵魂力量将之包裹，准备给予他致命一击的时候，那光团猛地窜出，旋即犹如闪电一般直射萧炎灵魂，惊得萧炎连忙调动所有的灵魂力量，在前方形成极其强悍的防御。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那看似弱小的白芒径直穿过了萧炎的防御，然后在萧炎惊骇的目光之下，直接掠进了他的灵魂。药老观察到萧炎的表情变得痛苦，当下心头猛地一沉，大手闪电般的按在前者的脑袋之上，灵魂力量就要强行冲进萧炎体内。然而下一秒，萧炎却是猛地睁开了双眼，不断的喘着粗气。怎么回事？停下手中动作，药老有些警惕的问道。不知道。萧炎深吸了一口气，摇了摇头，然后指着眉心，接着道：他在这里，但不论我怎么努力，都撼动不了他分毫。不过他就停在这里，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药老表面表示有在认真听，却是在萧炎停下说话之后，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多少岁？不明所以的萧炎愣了1秒后，老老实实的回答道：15啊。听到这回答，药老很明显的松了一口气，随后才跟萧炎解释道：我怕你被别人强行占据身体。萧炎张了张嘴，最终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药老面色凝重的道：我也不知道，我在接触他时只收到了一点信息，那信息中只有4个字：净莲妖圣。揉了揉眉心后，萧炎答道：净莲妖圣，有些耳熟，容我想想。一人独自坐在一旁的石头上，药老很快就陷入了沉思。萧炎与彩铃他们害怕打扰到药老的思路，都是未曾说话。直到10分钟后，药老抬起头道：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净莲妖圣应该便是万年前的一位顶尖强者，而他也曾经是净莲妖火的主人，是当时号称最接近斗帝的强者，竟然强到这种地步。短暂的震惊之后，萧炎的手掌不自觉地握了握，随后目光盯着药老道：那我眉心处的那东西，难道便是净莲妖圣所留？应该是，这件蛊图或许也该是净莲妖圣所留。药老微微点头道，随后为了让萧炎宽心，又表示自己先前在古籍上看到过，这净莲妖圣虽然有些邪异，但为人也算得上磊落，应该不至于做出什么太过无耻的手段。对于这牵强的说法，萧炎很想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安慰到，不过事情既然已经都变成这样子了，当下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不会有事了。药老见萧炎郁闷着一张脸，想要开口再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拍了拍萧炎的肩膀，沉默了片刻后才出声提醒萧炎，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想想怎么提升自身实力，毕竟以净莲妖火的威力，即便是药老现在所拥有的实力凑上去，也只有变成火奴的份儿。说起提升实力，萧炎顿感压力山大，毕竟他现在8星斗尊巅峰的实力，距离真正的半圣还差10万8千里呢。不过萧炎的运气向来不差，这不菩提古树快提前出世了吗？药老告诉萧炎，只要能够得到菩提心，3年成为斗圣还是有希望的。萧炎只觉欲哭无泪，撇了撇嘴后就跟药老吐槽，这也不轻松啊，菩提古树出现的地方可是莽荒古域，那是人类禁地，而古域那么大，要在其中找到菩提古树哪有那么容易？药老听到这话，手上不自觉地捏了捏。我敢说，若不是彩铃与小医仙在场的话，药老此时应该已经和蔼地将它放在了萧炎的头上。若是容易的话，还轮得到你去？药老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又道：你手里有一枚菩提子，虽然纯度挺低，但就是能够让得你对菩提古树有所感应，这便是你的优势。而且你若是真想要降服净莲妖火的话，这是你唯一的路子，所以菩提心必须到手。深知药老所言非虚的萧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后，只能是点了点头。确定好未来大方向后，药老就领着众人直接回到了星陨阁休整。2日后，那与菩提古树相关的情报已经是如同风暴一般席卷了将近整个中州。而萧炎在经过了2天的休整之后，就寻了处密室闭关去了。目的嘛，自然是为了尽快提升实力。毕竟8星巅峰之后还有9星巅峰，9星巅峰之后还要经历9转，9转之后才是半圣。如此之多的步骤，寻常人即便是修炼30年都完不成，何况是3年。眼下对于萧炎来说，提升实力最快的方式就是修炼高阶斗技，比如那金刚琉璃体就很合适。只是要修炼这金刚琉璃身，就必须将斗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入骨骼、血肉、皮膜，随后催发身体膨胀，再回缩，如此循环往复。萧炎第一次修炼，身体便膨胀了2倍左右，
只是体型飞快缩水时，鲜血也跟不要钱似的往外喷吐。毕竟突然间膨胀数倍，皮肤被撕裂，肌肉被胀破，骨骼被震碎的痛苦，简直非常人所能承受。好在随着萧炎的日日修炼，这吐出来的鲜血越来越少了。大半个月后的某一天，中州的东北方向，一股极其特殊的氢气如同波浪一般，陡然自天空席卷而开，然后远远地扩散开来，是菩提古树。凡是吸入这股氢气的人，脑海深处几乎是浮现了一种相同的影像。下一秒，整个中州仿佛都躁动了起来。与此同时，青云阁内阁深处的某处净室突然间炸开了，旋即在那众多目瞪口呆的目光注视下，一道足有将近8丈高大、通体如同黄金一般的巨人，直接从净室之内站了起来。随后，踏着地动山摇的步伐跨出净室。只见他仰天一声暴吼间，一股可怕的音波顿时化为风暴席卷开来。那些靠得近的长老都是被生生震退了10几步才稳住身形。这是什么东西？望着眼前这尊黄金巨人，在场的不少老者眼角都是忍不住的有些抽搐，因为他们在前者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气息，仿佛这个大家伙只要一拳挥过来，他们便是会直接被轰成肉泥一般。不过，作为强者，应有的素质让他们很快便散开，朝着巨人合围了过去。然而，就在众长老严阵以待之时，一道笑声突然传来：“这便是金刚琉璃身吗？果然是有着独到的地方。”只见几道身影自远处闪掠而来，最终停留在那巨人的不远处。可不就是药老以及彩铃、小医仙等人吗？见到药老出现，那些个长老连忙鞠躬相迎。其中一藏不住事儿的长老忍不住地问道：“阁主，这是？”萧炎。药老乐呵一笑，道：“旋即，那黄金巨人就在众人惊呆了的目光之中，飞速变回本体。”萧炎这一次倒是没有再口喷鲜血，但还是剧烈的咳嗽了几声。随后就见萧炎摇了摇头，略微有些惋惜的道：“可惜修炼而出的金刚琉璃体才7丈左右，距离巅峰的9丈9尺还有着不少的距离。”药老见萧炎这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实在是没忍住吐槽道：“你可别不知足了，若非你的肉体从小便是经历种种药液以及天才地宝的淬炼，即便再给你半年时间，也达不到现在的层次。”闻言，萧炎嘿嘿一笑，他自然是知道自己这进展速度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日后若是他能够再次得到一些淬炼肉体的天才地宝，说不定便是能够一跃达到9丈9尺。到时候凭借着变身后的他，一拳把一名普通斗尊巅峰强者生生打爆不是问题。萧炎有这个信心。情报已经确认，菩提古树出事的确属实。药老看了萧炎一眼后，缓缓道。闻言，萧炎心头也是忍不住的一跳，旋即微微点头，表示明白。这菩提古树的诱惑力太大，恐怕即便是那些远古种族都会出手，所以想要顺利取得菩提心，难度不小。这一次，你便先带人前往莽荒古域，你身上有我给予的空间玉简，若是玉简无法解决的麻烦，便将之撕开，我会立刻赶来。知道分别在即的药老嘱咐萧炎道。看着萧炎点了点头，药老没忍住拍了拍萧炎的肩膀，轻叹道：“星陨阁需要我坐镇，所以前面的路程必须靠你自己。望你努力之余，记得保重自身。”何时动身？再次重重点了点头后，萧炎轻声道：“越快越好。你闭关了大半个月，这段时间中已经有着不少的势力进入了莽荒古域。”药老道。沉思了一会后，萧炎表示：“那便现在吧。”与药老告别后，萧炎不再有丝毫停留，直接便是动身飞往了中州北部。这一次，他带了4人：彩铃、小医仙、青灵，以及一名实力达到了斗尊巅峰的长老。至于为什么没带天火尊者，谁叫他闭关了呢？萧炎等人的第一站是一座名为莽荒镇的小镇。莽荒镇是最为接近莽荒古域的一个人类城市。萧炎他们计划先在这里打探他的消息，尽量多获得一些与莽荒古域有关的情报。为此，他们几人决定分头行动。然而，最终会合之时，众人都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信息，只有一条，那就是先前进入莽荒古域的那一批人几乎已经全部死掉，而那之中甚至还有着一些斗尊级别的强者。现在怎么办？小医仙微蹙着黛眉道。萧炎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半晌后下了最终决断：明日这里的一些强者会一起进入，我们也跟着大部队后面。这个莽荒古镇既然号称人类禁地，那必然不是什么善地，跟在那些人身后先观测一下。第二天，莽荒镇外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人影挤满了。萧炎一行人站于后方，望着前方那足足超过数千的人群，忍不住的摇头。这些家伙都被菩提古树引诱的失去理智了。望着人群里不少的斗宗甚至是斗皇实力的人，萧炎叹息道：“要知道，莽荒古域人类禁地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就算是斗尊强者进入其中，那也是死得多，活得少呀。这莽荒古域的确挺可怕的。”望着眼前由高达数百丈的巨树组成的原始森林，萧逸仙轻声道。下一秒，人群骚动了起来，他们这是准备闯进去了。轰隆隆，
数千人一起向前奔跑的声势还是很浩大的。萧炎见此，大手一挥，就领着众人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坐了下来。等他们进入大半后，我们再动身吧。既然他们想当前锋，就由他们吧。萧炎道。这一等就足足等了将近半小时，眼看着是时候了，萧炎才起身，冲着众人道：“动身吧，大家都小心一些。”旋即就见萧炎脚掌一点地面，便率先化为一道黑影，闪电般的对着古老森林之中掠去。而彩铃、小医仙等人紧随其后。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仔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仔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